有关中国军费上涨一事，军事专家金灿荣教授日前就给出了相关分析，并阐明一些其他的情况，一起来详细了解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，我是虎妞。俄乌冲突爆发至今，一些西方国家及其组织总是一天到晚在中国耳边嚷嚷，和所谓侵略者俄罗斯做切割、选边站等选项，动不动就拿台湾问题或是制裁大棒威胁中国。尤其是一些美国军方高官和政客，更是屡屡大放厥词，将台湾问题和乌克兰混为一谈。对此，知名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表示，台湾问题和乌克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。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，它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一个国家，而且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联合国成员的广泛承认。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是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。从金教授的表态可以发现，台湾和乌克兰根本就不是一个地位，乌克兰是国家，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方省份，将他们单拎出来作为比较是非常愚蠢且无知的。金灿荣认为，现在乌克兰问题可以当作台海危机的预演，对于中国来说，乌克兰问题具有参考作用。但是台当局现在还不自知，还是自己麻痹自己，天天鼓吹什么台湾地区比乌克兰重要，台军军力要比乌军强得多的鬼话，不断的自我催眠，认为一旦台海开战，美国必将亲自下场救援。不得不说，这是非常幼稚且危险的。因此，部分台独势力可能要与美国右翼合流挑起台海危机。主要是现在明眼人都知道，大陆正在逐步的发展，时间越长，大陆越强大，因此他们可能下场闹事。对于中国大陆来说，需要加强军事力量。金教授认为，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加军费。2022年军费比2021年增长 7.1% 左右，大概2300多亿美元，占比中国 GDP 不到 2%， 大概是在 1.4% 之间。而金教授称，总体而言偏低，像一些西方国家的 GDP 占比都在 2% 至 4% 之间，中国和他们比还算低的。因此，考虑到现在国际局势的快速变化，中国的军费应该快速上涨至 GDP 的 2% 左右。虎妞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计算，2022年中国军费总量为 1.45 万亿人民币，占全国 GDP 1.4%。如果将军费提升至占比 GDP 的 2%， 就是 2.074 万亿人民币，增幅 69.9%。按照美元汇率算，中国军费总数应为3260亿美元，差不多相当于美国2022军费的49%至 50% 左右。虽然和美国相差一半，中国军费的购买力将完全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。而在国防建设上，这多出来的6240亿军费可进行加速建设。例如，现在空军40多个作战旅中的10个空军旅，还装备着老式的歼7、歼8这种2代和准3代的战斗机。随着军费的暴增，解放军有更多的军费将这些空军旅装备的数百架2代机换成歼20、歼16、歼10C 等一票先进战机，而空军和海军的200多架歼11B 战机也可以升级为歼11B G 型 4.5 代战机，也可以加大预警机、运输机等大型飞机的采购数量，这将使中国空军超前进步数年。在海军建设上，可以进一步淘汰海军的054、051B、052B 和现代级老式驱逐舰，同时建造新批次的 052DL 和055大驱以及航空母舰。充足的经费支援可以使海军加强更新迭代的速度，从整体上而言，对于海军综合实力的提升是相当大的。不过海军也是解放军3军中最烧钱的。陆军建设就不用多说了，加强陆军部队机械化向信息化、数字化建设迈进。陆军规模庞大，部队装备水平参差不齐，有的部队装备新式 99A 主战坦克，有的部队装备老59主战坦克。因此，陆军部队的装备更新迭代势在必行。如若能够换装更先进的装备，实现信息化部队，甚至是数字化部队全面建设，届时解放军陆军的综合实力是要超过美国陆军的。最后就是核武器，有专家认为，当前中国需要加快发展，
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战略能力，那么核武器就显得尤为至关重要。中国的核武器数量相比俄美的差远了，提升一定的俄武库数量也是十分必要的。因此，如果真的能够如金灿荣教授所说，中国军费将迅速上涨 GDP 总量的 2%， 对于解放军综合军力的加强具有重大作用。中国整体的国防建设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，也可对于企图挑动台海局势的美日势力形成强而有力的震慑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。